114年宪判字第1号判决，主文如下：中华民国114年1月23日修正公布之宪法诉讼法立法程序有明显重大瑕疵，违背宪法正当立法程序，且违反宪法权利分立原则，均抵触宪法，应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失其效力。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康寿社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李光南、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同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清煌。吴哥，大家好。好，那中华民国呢，从行宪以来一直到现在，尤其是到了台湾以后呢，大家是不是要迎来一个宪政史上面？从你看到，包括从这个礼拜一开始，卓荣泰院长那当然说不附属以后，接下来呢，蓝白阵营就直接要弹劾，已经通过，那希望监察院要不要弹劾卓荣泰院长？接下来就是在今天，那蓝白呢就是要弹劾赖清德总统，好吧？那这个弹劾大概大家都很多在新闻里面都讲，那个人数要多少啦，超过1/2提2/3要通过，然后送到宪法法庭，很多人这一类。但创下，毕竟这是在宪政史上史无前例的一件大事儿，而这件事一路往下走的话，这个宪政战争正式开打。其实今天应该算是说宪政内战宣战第5天啊，然后第5天之后呢？备战的阵营也发出了反攻了，所以他们在立法院那边，对不对？宣布要弹劾赖清德，然后要反帝制、反独裁、反专政，反正这个时候就一定会打下去嘛。可是这场内战很特殊，这场内战到了5天了，其实我就会怀念起苏贞昌院长。为什么？苏贞昌院长当年的名言10几年前，然后呢？然后呢？就问你这个内战，你接下来是打下去，你要怎么办呢？然后民进党呢不得不战，因为从大罢免之后，他们士气低落，私底下我都听到很多民进党的人，包含立法委员，在骂他赖清德、骂卓荣泰是叶明生了，不战不降不走，对，六部的，他们士气低落，所以当赖清德决定战了，他们士气是起来了，那蓝白呢？蓝白经过了花莲，经过了台中的，士气也有点低落，所以他们现在也起来了，然后这一对杠之后，你看最新的一个民调。关于这个状况呢，不支持卓荣泰这样继续作战下去的39.2%，可是不支持的也42%，所以基本上看来就是蓝白各自，就各自归队，各自。然后他们今天喊这个，当然很多人就在算呐，什么你要怎么去完成啊，宪政体系什么，大家都知道不可能嘛，你说送到监察院弹劾也不可能嘛，可是他们呢也知道，所以他们发动的是什么？还是校正，所以他们用的是什么？网络联署。然后马上就跟你宣布，他们的网络联署破100万。那其实什么？各自巩固群众。可是这场战争，这一场宪政内战到底怎么样？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一场决战嘛，就是倒阁。那倒阁之后重选，选民大家全国人民做一次公决嘛。可做一次公决之后，大家也很担心，因为宪法其实基本因时是契约。那这个契约如果你不遵守嘞？对不对？那后面就算倒阁重选又会怎么办？就僵在那边。可是呢，你会看到现在是民进党在主攻，可是呢，蓝白呢学司马懿，我警官在门，就是跟你校正，闭门不出，闭门不出到今天还宣布，整个研会延到1月31号，他们就是警官在门嘛。然后民进党想要该怎么办呢？你也不能学诸葛亮送给司马懿一些女人的衣服，女人衣服，然后在那边就是骂的。对啊，可是因为骂跟娘们儿一样。我昨天晚上还有跟几个国民党的人在吃饭，他们说我们的党主席就是女的，所以你这个送女人衣服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就僵在那边。可僵在那边之后，麻烦的是你后面这个状况，其实很多人也开始担忧，你会不会变成是我们立法院就僵在那边，行政院也僵在那边？那当然我们也开玩笑讲啊。那现在总预算肯定也僵住了，那不只是军售的僵住，那里洋怎么办呢？体育部，所以我们开玩笑讲说，总预算僵住的话，里洋呢，2025年并没有体育部的预算，至少前9个月没有，里洋变零洋，然后经典赛的预算怎么办？所以其实僵在那边，可是僵在那边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这可是这状况呢，看起来呢，双方的人呢，目前都是意气用事，火气上扬，你看不出来目前有一个缓和的方法。第三方的仲裁目前也看不到迹象，看不到曙光。
然后还有很多人呢无端受累。像现在很多人就要重新去查一下了，曹锟是谁？袁世凯大家大概知道对不对？希特勒大家也知道，连曹锟都要去查了。啊，当然这样一个炮火四射的时候呢，昨天呢，我们清华毕业的嘛，有一位大法官曾经读过核工系，后来才读法律的，我们也很关心我们陈春生学长最近过得好吗？好了，陈春前大法官当然知道，因为在前2天，那包括行政院秘书长跟翁小玲委员之间的对口的时候，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他有拿出那个陈春前大法官所讲的一些的理论，那因为他是翁小玲委员的夫婿，好吧？可是这整个来看的话，现在如果照刚创讲，小平是已经进入宪政内战了吗？而刚才如果你们大家现在真的平心而论的话，各自阵营里面，蓝营绝对不可能要倒戈了嘛。看起来已经摆明在讲说，除非赖清德要下来竞选，那大家都说那是不可能。可是要走弹劾，然后包括要弹劾赖清德总统，就算数字上大家觉得不可能，可是对蓝营来讲有它一定的意义。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干？应该这样讲啊，就是蓝白啊也是有一些竞争。现在要比赛谁反赖第1名。我们要夺回第1品牌。对，因为你们现在有2个大对手，尤其郑丽文是主战派。对，郑丽文主战派，因为柯文哲满血复活，然后连高虹安都满血复活。对，所以呢，这个就正式进入了8点档连续剧《蓝绿开撕》。OK。对，那开撕的时候啊，然后也要注意是什么呢？就是喊话校正很厉害，真的动作拿刀砍掉脖子未必。举例说，大家讲了1/2的立委到2/3到送到宪法法庭，送到监察院，不管，通通都没有用。可是动作要做足，张力要做足的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问题啊，所有的真正的行动是都是假议题。为什么呢？虽然开始话很凶了第一个有3个层次，第一个换阁揆就换了嘛，对，你就换阁揆走马灯嘛，幕僚长没什么。自从这个修宪之后，第二解散国会，这是天大的事国民党跟民众党会笨到，好不容易选出来的这个立委，这个重量这么重，这50几个，那你一个随时可以替换的阁揆，这是不成比例在政治分量上，大家同意吗？所以我们不会就范。黄国昌最天才，他一定要把握剩下47天的最后的立委的政治生命，所以蜡炬成灰泪始干，所以他说总统辞。跟民进党不是棒槌，好不好？那我为了你知道这个比例原则，就是换取行政长1，然后解散国会10，那总统辞掉再选下来评100，对吧？我这个有一个等比嘛，我这样合理吧？这样比例，所以因为这个买卖都不划算，话讲得很狠，那可是最后都不会发生啊。那再拉回来，最后的形势会怎么走？看起来这个形势，我跟你讲，老百姓搞不清楚内幕啦。把它弄完，好，那大概就是一个4-3的回到基本盘的民调。就是所谓的这个不附属啊这些事情了。39其实也是4了。对，就是反正我们多一点，他们少一点。所以小平，你们那些动作是能够凝聚所有的蓝营或白营的支持者，直接对绿营或是赖清德，有人说是仇恨值、厌恶值，不管。这些动作是要凝聚这个白营疲惫了，白营黄国昌都敢办活动，办到民进党下面，所以白营的人已经被那个黄国昌跟柯文哲训练，我就是 DNA， 我不讨厌赖，我就不能呼吸，很清楚了。可是我们蓝营的还没有，蓝营比较温和嘛，蓝营这个党比较大，有很深蓝，有经济蓝知识，很多蓝了本土蓝什么蓝，可是我们出的主席是一个战斗派，是比较深蓝，所以他也看到了这个危机，我们的票，我们的深蓝不能平白无故，我们都不表现，被那个柯跟黄国昌表演，被他弄光光，抄我们的后路，是这个我们要弄回来，这是真的我们厉害的地方嘛，因为我们版图要完整嘛。秋海棠要在，没有外蒙，这是我开玩笑的，没有外蒙呢，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没有外蒙的话，有外蒙叫做秋海棠，没有外蒙叫老母鸡，老母鸡就糗了，那整个凹下去这样，所以这一块要弄回来好不好？所以我们版图要完整。蓝的极大化，而白的极小化。但嘴巴不要讲出来，但我们动作要做。你都讲出来了，我小一点没关系，高层就隐晦一下这样就好。OK， 可是整个如果这样，来，军委员直接请教一下，刚才讲起来是把蓝营跟白营的仇恨值全部都凝聚起来了吗？刚讲的那些动作，大家都知道，就是做不到啊，因为要弹劾好了1/2的立委提议，然后2/3要通过，然后再送宪法法庭。那中间好几个都没有办法过，但如果照小明这样讲，这不只是在针对绿营啊，
蓝白之间也有某种程度的良性竞争，所以大家都是要把它变成反绿的盟主，变这样。不过小平议员不愧是打白的第一大将，他原来这个彼此这个蓝白有一点竞争，要争相演戏就是说看谁比较狠啊。原来这个彼此这个蓝白有一点竞争，要争相演戏就是说看谁比较狠啊。但是现在问题其实不在于行政院在于立法院。就好像说，如果行政院长不附属，大概有两个来源嘛，法案来源。如果是总统的，那你不附属，那总统就把你换掉。那是立法院的，那你不附属。那立法院就帮你换掉，所以现在没有宪政僵局了。僵局是说没有路了，卡在那边。现在有路啊，现在好几条路啊，你可以视线啊。宪法法庭被黄国昌干掉，这你自己把他干掉。赶快再提2、3个来。好的，对，可以。还差2个，就火起来了嘛。宪法法庭就火起来，就火起来了。真的。第二个就是倒阁嘛，第三就是其实还有一个院际协商啊。本来总统也着急嘛。可是立法院长没有出席啊。对啊，韩国瑜说太正式啊，所以说后来为了他又改为茶会，茶会他也不来，可能要改为酒会，看他会不会来。所以结果你也不来啊，这基本上是有路可以走啊。那你现在院际协商，韩国瑜拒绝出席，那问题是立法院嘛？没有宪法法庭，谁把它废掉？那问题在于蓝白嘛。第三，你不倒阁，那问题就是你在我们立法院嘛。如果这个法案是总统的，你行政院长不附属，总统如果不把你撤换，那问题是你总统的嘛。你自己找一个总经理不支持你的法案嘛。那我们现在也是嘛。现在立法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董事会嘛。那你现在这个总经理也不执行，那你要么就把它换掉，要么你立法院就要吞下来。我转战到分公司选台北市长党王世坚也是一条路了。阁揆培养很大的声望这一阵子。所以现在要解决，球是丢回来给立法院嘛。看你要怎么。可是蓝白就是刚刚小平也讲了，他们又不是笨，他们就算不划算，所以绝对不走这条路。所以只剩一条路，就是大家演戏嘛，看谁比较狠嘛。总统弹劾，总统下台，要不然他也不能喊啊，因为他不能喊行政院长下台啊，下台可以啊，你举手，你随时可以要卓荣泰下台啊，因为蓝白过半嘛，要他下台很简单啊，所以你看啊。现在蓝白两党啊，不管是郑丽文或者是黄国昌，通通不喊行政院长下台。照理讲是谁不附属？卓荣泰。那你应该喊卓荣泰下台啊？为什么不敢喊？因为他们是可以让卓荣泰下台，但是不敢嘛，所以只好喊一个，喊了他也不会下台的，就是赖清德，就是赖清德嘛。赖清德下来，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嘛。因为那个宪法那个门槛很高啦。当然可以啊，你也可以表决啊。就像以前民进党在少数党的时候，也曾经提案倒阁，提案倒阁人数都会够了，但是表决会输嘛。其实要做动作要做这种动作了，可是他不能做，为什么？因为他举手就过了。行政院长就真的下台了，我上面党话的计划这个弹劾总统，但如果一般人喊就算了啦，那就第一个，如果黄国昌喊你是党主席，你喊了就要执行嘛，你动诸宪法，你可以提案啊。第二个，你是学法律的，你也应该知道，台湾现在要弹劾总统有一定的法律程序嘛，不是不可以，有可以，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只是会过不会过嘛。那如果你真的要弹劾总统，那就开始启动程序嘛，结果也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你看就被小平同志一眼就看穿了，演戏的 gay 啦，还是要抢那个所谓反绿第一品牌，看谁那个喊得比较凶狠那个能满足一下选民。可终究还是会碰到一个问题，那下一个法案呢？你要知道，这个不解决，那等于这一届的立法院立委被废掉了。
如果下一个法案行政院也觉得这个不附属违反3原则，你可以第一个不附属就有第二个嘛，是不是这样？不是啊，你们一直反对，你就不要从总统府搬到梁山去了，当好汉就好了。对，不像在早的，对。各位要想哦，像在野的是。你如果不把中龙泰倒阁，那牌就在中龙泰那里。我下次可以。他只要不附属，你也拿没辙。那你只能再喊弹劾赖清德。还政治现实还会下来。谁会下？我觉得罗荣泰一定会下来了。我推测他会被派去选，还没下1年下来的问题啊。我觉得赖清德最近就要下，这个太僵局了嘛。然后也会寻求院际调解权韩院长的大角色出来。有调过啦。你放鸽子啊？不，还会韩院长没来继续邀嘛？我觉得不，这个总统也有天职，他当家不闹事嘛，他要把这解决掉了。我觉得应该这样讲。但是让观众朋友看一下，那这个也是在中华民国，你说中华民国他在台湾，然后行宪以来，那这样一个画面，在以前没有看过。上公没有看过立法院今天这个画面吧？就弹劾总统。弹劾有啊，陈水扁有2度被弹劾啊。对啊，然后呢，立法院这个画面没过啊，对不对？因为陈水扁也拒绝到立法院说明啊。说明。对啊，因为那是立法院职权行使法规范，不是在宪法规范嘛，那得邀请得不来嘛。让观众朋友看一下今天立法院蓝白阵营所有的大动作。来，赖清德已经完全不在乎全国的民意，就是要毁掉台湾的民主，让他能够肆意妄为。国会已经没有办法来监督这个总统，这个怪兽的总统，而且清德宗已经正式来称帝。今天这一场弹劾的行动，不是党派之分，不是颜色之别，从过去到现在，从来没有过，也绝对不应该有过，把行政、立法、司法3权集于一人的身上，这是帝制，不是民主宪政。所以上公现在看起来的话，蓝白阵营料下得到。如果照俊学委员说法，就是看你们立法院蓝白阵营球在你们手上，要怎么做？照小平刚刚的说法，大家就大家演各自的，大家各自做各自的，把自己的巩固完就结束了。那我们大家每天在节目里面讨论这些，讨论什么？我们讨论到过年以后再看看吧。各自表态以后还是。韩跟赖还是主角了你觉得大家还是要谈，还是会谈的，还是会谈的。这2个是大人，我觉得不会僵局到完全僵掉了。还是要冰融的时候嘛。没有，前提是傅昆萁听韩国瑜的吗？卢秀燕就没了。傅昆萁听韩国瑜的吗？黄国昌听韩国瑜的吗？形势也在变啊。还是有强大的中人选民会看顾蓝绿白。我觉得是这样子，到最后来是这样啊。没有啦，基本上稳定的力量社会。基本上走这2条路就是掩饰不提倒阁案嘛。没错。第一个，你在司法委员会提个临时提案，那个黄国昌、罗智强、王宏威提的嘛，提个说要那个移请监察院弹劾嘛。那个临时提案多有趣啊！那个临时提案写的是什么？僭越司法权，权力分立原则淡然无存。你有没有听到黄国昌讲？行政、立法、司法3权集于一身。立法院现在好像也是集于一身。好，你现在讲的这个样子，僭越司法权，司法权，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释宪完的时候怎么骂大法官的？如果你现在讲司法权的话，司法院的解释是你无权移送哦。如果你移送监察院弹劾是破坏那个宪法。权力分立原则哦，这时候你不听，你送，然后在送的临时提案里面这样写，这不是大法官在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使用最多的字词吗？送监察院，那妙了，监察院，去年的时候黄国昌怎么讲监察院呢？私讯移民，未来要推动废监委，监院，真的提修宪案，今年6月复委。结果提案人是谁？黄国昌、罗智强。你里面讲说什么？社会现在涌现
废监察院的声浪很大，监察院是酬庸院老人院呐，只敢打蚊子啊，怎么样啊？监察委员已经那个无法超出党派的分际了，已经失去公正性、独立性。然后现在告诉我说，监委弹劾一下好不好？一，权力分立原则，大法官解释告诉你，你没有移送权，你移送就是破坏宪政的权力分立原则。你们要废监察院，把监察院骂得猪狗不如。现在你告诉我要移送监察院，其实假动作嘛，因为监察院弹劾只有2个前提嘛，一个违法，一个失职嘛。你注意看他们的提案是用失职哦，那失职的时候他问你为什么失职，因为他不附属请问你不附属合宪还违宪？我没有权利解释，怎么处理？根本没办法处理嘛。然后你现在弹劾，其实弹劾大家都知道不会过，只有一件事嘛。就是要羞辱赖清德而已，只是讲求的是过程嘛。那你看一不附属，绿营很嗨啊，绿营说我们硬起来了，很嗨啊，嗨的时候国民党白的压力就来了，因为我也要让我的支持者嗨啊，那我嗨的方式，我又不敢提不信任案，我怕被解散国会啊。因为刚才上公讲说绿营的支持者是不是嗨，然后那个过程，然后再加上绿营的人不断讲说倒戈啊、倒啊，对啊，就跟刚才那个创下讲一样，就不断在外面喊阵，然后这时候就是说你是要出城迎战，还是要闭门不出，变成这样。所以他们一定要有一些动作。蓝白的支持者就说：“绿的已经搞成这样了，你还这么懦弱不出声吗？”他们的出声依然表达把公开被人家指懦弱，把它隐藏在背后，就说那个懦弱就是你不敢提不信任案嘛，到最后把那个隐藏在后面，我搞弹劾案嘛，公开被人家指懦弱，把它隐藏在背后，就说那个懦弱就是你不敢提不信任案嘛，到最后把那个隐藏在后面，我搞弹劾案嘛，甚至于未来可能还会去告渎职嘛，未来还有可能嘛，他们的计划里面还有一项是渎职嘛，所以就是走这样的路，其实它就是一个政治上的意义，你说实质上有意义吗？实质上你无法解决僵局嘛。无法解决嘛，你要解决僵局，你说院际协调，就我只能回一句话嘛，绿的说授权赖清德，或是3党授权那个韩国瑜，你说了算，你认为国民党跟民众党会授权吗？不会啊，因为韩国瑜去，如果大家谈了一个共识回来，国民党跟什么不接受，他们输了怎么办？他们不会接受嘛。院际也不是没有过也去过啊。那时候不是说用追加预算什么一大堆回来也没用啊，无声无息啊。就你认为傅昆萁在黄国昌他们的引力之下，你认为会妥协什么吗？妥协很简单一件事嘛，你只要妥协就是输嘛。你这场仗就政治上的战争，你就是输了嘛。我让你预算复位，我让你1.25兆开始审查，我让你干什么然后我修宪诉法，我让你大法官恢复，那就是你输了嘛。这场战争目前为止看起来根本没有妥协的空间嘛。今天委员刚才补什么？第一个，财划法其实它最早修订是在去年底，那个时候因为表决我们一定输嘛，所以我在院会我就公开发言，我就请卓荣泰不要附属，不要附属，你这个签下去啊，你行政院就被废掉了，你钱被抢走。所以今天的宪政大乱是你的因素。你先听我讲。好，我说你像台南民调可能多接我说你签了以后啊，这个你行政院就瘫痪了嘛。结果呢，卓荣泰附属，大家搞清楚了，财划法第一次国民党修过以后，卓荣泰是属于理性沟通派。我是公开呼吁你不要签我说喝大来倒戈了，结果卓荣泰是附属了，公告了，结果国民党跳起来，因为公式写错，乱写一通，有造成就离岛一些地方，结果钱更少，还有300多亿没有办法分配，所以他这次再来搞第二次的修。
那当时中龙代为什么我就主张你麦克复苏？所以你是强力对撞派。对，那时候我就认为你一定要强力对撞。那中龙代为什么还是附属？他是为了今年的总预算。然后明年的总预算呢？他认为他那时候如果没有附属，那么他今年要送进来就是明年的总预算，他怕被受到影响杯葛。结果没想到，到现在总预算12月31号法定要审完。今天几号了？12月20，今天16号。一个字都没有审。19号，他一个字都没有审。我认为让中龙代态度也大转变。否则他最早第一次的蓝白乱修财划法，中龙代是附属。只是后来发现我们就发现蓝白自己他妈的闹了大笑话，公式写错了。赶快再来修第二次。那这一次，我认为中龙代才认为，他过去那么多时间忍让希望能够理性沟通，为了就是让明年的总预算，希望能够进入来审查。现在总预算剩不到2个礼拜，连审都不审，完全杯葛。我觉得这个也造成中龙代大概也看清政治现实啦。这些人不是来跟你讲道理的啦，他就是要。他的目的也不是真的是为了所谓财政嘛，他乱修乱搞就是要瘫痪你行政院，否则你把行政院抢走5000多亿，基本上你要跟行政院谈，那哪些原本中央办的事情你要交给地方，这才合理啊。那我可能给你抢5000多亿，然后事情留在，然后事情你原来办的照办，要多定你多补一个法规定，你给地方的补助不能低于去年，你这么。军家没有行政一系，那委员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你主张强硬的那个过程，看起来现在是要走这一条路。对绿营的支持者，刚来宾有提到，对各自的某种程度大家都会对各自的支持者会不会有凝聚信心啦，或是让大家嗨起来那种感觉？你在地方跑，对绿营的支持者看到这一段从卓荣泰院长礼拜一不附属一直到现在，真的有很嗨吗？就觉得这才应该是要正面对战的一种方式吗？其实一般民众不是很清楚。现在变成大家要最近要开始念宪法了。财划法讲完，现在讲宪法，开始讲到宪法来。不过简单讲，你要形容这个事情，就必须要很简单来的形容嘛。一个行政院抢5000多亿，也就是说，行政院如果执行立法院现在这个法案，每一年都要举债5000多亿。而且每一年你要4年都要举债5000多亿，而且是违反了预算法，因为你举债额度就会超过总预算的15%。那立法院应该是监督行政院要依法行政，然后立法院定一个法，逼行政院要违法。我那简单讲就是说，你如果这样执行下去，这个国民党就是要让现在的政府完全掰咖了，动弹不得。OK， 小平简单回应一下，就是要瘫痪政府吗？应该这样讲，还是？解铃还须系铃人，还是在赖跟韩身上。不要问 A 打 B。不是，我直接打。然后韩有很重要的角色，老百姓也搞不清楚这种状况。可是我们还是回到在你节目愿意讲一个大方向，就是中央预算有3兆，有1兆的公务员薪水跟补助款，各种不能动的什么那种健保费什么。那还有现在呢？这个1兆，不管是地方的补助款，他说不能少，每年嘛，弄捷运啊什么，然后以及这个财划法给的钱，大概也是1兆，留给1兆给中央来自己，就不管是交通建设中央的钱呐我觉得1兆还是算是勉强恰如其分的比例。那如果再少了2600亿，那中央的有没有被排挤？我觉得这个韩国瑜可以深思。你知道我的就是他有7000亿，跟我有1兆。3000亿会影响到你们的折冲各种预算，我觉得大家应该在你的节目，你的一个中性的节目，理性的探讨。你算是理性派的。理性派是因为今天第一个以前是中央集权又集权，我们所有的税制，那税没有改以前，我们只能贴补一些符合地方自治，让地方能够活下来，尽量自给自足，有个比例，但以前太少。现在会不会太多？这大家要思考。小平，总额是怎样才是刚好？小平，蓝白阵营里面理性派的多，还是那个主张强硬对撞的多？强硬比较多。OK， 现在看起来就是这样。我简单讲，我钟小平的立足点就是你该给地方回到三民主义、地方自治精神，就是我们补助嘛，对不对？事权统一。对，像这次4000多亿。
其实我的看法，就民众党这次的版本，有没有跟国民党比？民众党还恰如黄珊珊出两不喜欢这个人，他提我不以人废言，他提的版本我认为还恰当。就在这次通过以前，好，再拉回来，就到底请这个韩高层有实力、有权力的叫韩跟这个赖，好，跟这个葛揆谈一下。然后另外，我觉得像马凯，这些真的总体经济学很强的教授，这些人跳出来讲。真正中央地方该各得多少比例，这是一定有强大的理性探讨空间的。OK， 我愿意表达这样的想法。对，正好现在还有理性探讨的空间吗？对各阵营来讲，没有。没有。对啊，那大家就看谁胳膊肘出，大家就这样直接对干啊。但是因为国民党不会提倒戈嘛，不会，所以就拖着。那拖到后面会怎么样？胜负难料，祸福难料。很难讲。后面看后面后续的表现，但是接义父刚才讲的，还是从这张照片开始讲起。不管弹劾会不会过，那既然讲他弹劾总统，最后一道程序是宪法法庭嘛？对，宪法法庭受理之后不能审理，可以，因为。不是他受理之后，他不能审啊。可以，因为他有一个，他那个门槛里面有一个除本法另有规定外，弹劾是在另外一章，弹劾是在另外一章，所以他可以排除那个门槛。然后呢，后面呢，然后呢，左宗泰那个也是一样啊，左宗泰那个总要大法官解释吧，失职那一部分，违宪那个部分没有，是为什么失职就不违宪？不附属又回到宪法层次上面的问题。不是所有问题到最后全部都回到那个宪法法庭去了。监察院可以讲违法的部分，没有，对他没有办法讲确定是不是违宪。虽然我们都看得懂生效条文第3条，可是宣布的人不会是监察委员。当然会把宪法法庭的事情再被拿出来。那宪法法庭被冻结的事情拿出来，国民党会赢吗？不一定。左宗泰这个是以毒攻毒嘛，这都不是正常现象嘛。不是正常现象，除了蓝绿各自基本盘会看中间选民或者摇摆选民。正好你刚刚讲对啊，因为绿营某种程度，左宗泰院长这个动作，除了刚才俊贤委员讲说，本来希望沟通，到最后后来发现大家没有路走。可是这个某种程度，除了大家各自凝聚各自的支持者，看起来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就子之矛子之盾的这种道理。就我到最后要凸显出来，就是我当时是绿营一天到晚想要释宪也没有用，因为反正宪法文这样。现在变成蓝营，如果要是要针对绿营这个的话，也会发现到最后也要走到宪法法庭，发现那个地方又没用。就大家现在发现所有的僵局都变这样，然后你就会问，那宪法法庭是谁冻结掉？那国民党一定讲说，因为你不提名。然后赖清德就会讲，我提名了2波了。还有人敢站出来被羞辱嘛？因为那个一定可以放影片嘛。然后再过来，今年就2026年的预算就不审了嘛。因为就已经到1月31号嘛。我连复委都还没复委，什么事？他根本都还在程序委员会传到自然直1月31号前会审完。一个复议案另定期讨论，就摆在程序委员会就没有处理，就没了。因为它就是一个立法院的程序，它必须要行政院长率各部会来报告筹编并备询后，然后院会决定要不要复委。这一个程序就被民众党提出来的复议案10月7号就冻结。这一个程序就被民众党提出来的复议案10月7号就冻结。交程序委员会另定期，对，结果程序委员会不排啊。但是行政院会关门吗？政府会关门不会啊，不会有补救条款。他唯一的是他不能有新计划。好，2026年就这样过了。那2027年，民进党提的的预算，国民党还要不要审？立法院还要不要审？26年，因为一定嘛，你不审嘛，2026会过完嘛。还有2027，就是大家如果没有任何解僵局的，就这样一路，大家就这样一路这样玩。那行政院的预算就永远照现有额度打折执行嘛。你有监督吗？没有啊。你除了不能
不能花钱跟美国人买武器以外，剩下的事情谁要扛？输赢我不晓得后面会是谁，可是当民众除了政治这一块有其他的需求的时候，谁会去满足他？行政院一定想办法先满足了，时间拉长了以后，到底会站在哪一边？是站在蓝白那一边，还是站在绿的这一边？我没有把握。但是你已经认为行政院赖清德都违宪了，然后你审这个违宪的预算单位提出来的预算也不对，你不审也不对，会很怪。然后呢，你现在讲的这个违宪这个议题呢，会不会随着时间被盖掉？然后再过来要谈。韩国瑜能够代表国民党吗？不能吧？能够代表国民党的人，可是有给他，对他没有那么大力量，可是两股力量他加上去就不一样。一个是诸侯的力量，因为补助款大家嗷嗷待哺；一个是38%中间选民的力量，会给韩国瑜如虎添翼的力量。我要讲的是，韩国瑜作为立法院长，如果他代表国民党，国民党内部要先整合好，因为你们有个党主席，你们也有诸侯。东豪刚刚讲的这段，我们再加一个在里头，因为好了，大家讲白一点啦。谁是蓝白的头？那绿营的头很容易找嘛。是 ，OK， 你就是总统嘛。谁是蓝白的头？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声音，各位有听到吧？总统以民进党党主席的身份邀集在野阵营的政党主席，就是郑丽文、黄国昌，大家一起谈政党首领会议。你如果要是在野阵营的党主席，会说，那为什么你们就跟立法院这样谈？我是政党主席啊，那你来跟我谈啊。我再讲白一点，谁去主谈，谁就是老大。是。就是这样啊！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位置让给你去谈？为什么？然后黄国昌的后面还有个柯文哲，对啊，那到底谁的？希望我们把这个，所以它是非常复杂，它甚或包括权力之间的分配跟竞逐啦，每一个阵营里头这样。可是所有这些乱象，有人回头就讲，当宪法法庭变成这个大法官，到现在数额是这样，宪诉法修完那一刻开始。国内就注定走上这个样吗？对，因为当你把这个行政跟立法之间可以仲裁的单位把它给冻结住的时候，那没有人去做仲裁的动作嘛，那所以大家当然会陷入到僵局里面去嘛。因为其实游戏规则本来一开始没有很复杂嘛，就行政跟立法之间，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你做的事情或是我做的事情有没有违反宪政的疑虑的话，就送到宪法法庭去解释就好了嘛。但是因为你把它给冻结起来了嘛，那当你把它冻结起来了之后呢，现在变得没有人说了算。所以你看之前跟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前面是你看到有很多是绿营对于这个蓝白的法案有意见，然后送到大法官去，但是后面等到大法官呢，他没办法发挥实质的作用了之后呢，这个绿营不得不拿出来了，面对蓝白丢出来的各种法案，你看。这个我们讲说财政收支划分法要举债5700多亿啦，超过公债法的上限啦。然后呢，这个年改的部分呢，又要再吐7000多亿出来了，一包一包都是动辄5000亿、7000亿、几千亿的东西。所以等于说，在这个情况之下，行政院要反制，他想到的方式就是，那我就不附属嘛。所以等于说，你拿大决，你不断的用立法权的方式放大决，然后要求政府呢，不断的把一块又一块的预算的饼丢出来。但是对绿营这边来讲，那我反制的方式呢，我就是拿不附属的方式嘛，我找到了一个方式啊，但找到了，那你蓝白如果不服气的话，要么你提倒阁嘛，要么你去提释宪嘛，你去找大法官嘛，但是因为大法官被你冻结啦，所以就变成发现大家所有的东西都是回到大法官那一边嘛。那回到大法官那一边的时候呢，就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嘛，大家会问的是，那请问丢了2次大法官的名单，为什么在立法院在审人事案的时候都不会过？本周在面对面上面很精彩的一场讨论，就是大家在看原知到底为什么对于这个大法官人选这个会有意见。对于那些对这个大法官你又不认识，他的学经历经看起来也不错，那为什么你们不同意这个人事案？就到最后这个大法官在这一边，宪法法庭无法开，结果你们自己蓝白也卡住了啊！你们卡住了之后，现在要人家丢新的名单出来，那大家会问一件事情嘛？新的名单出来之后，请问你们审核的标准是什么？那新的名单到底会过不会过嘛？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两边现在比较像是蓝白跟这个绿营之间呢，双方在政治上恶斗的情况呢卡住了嘛，然后而且卡住是把这个宪法法庭的东西原因一起把它卡住嘛，卡住之后呢，就出现现在出来很有趣的结果，大家都要对各自的支持者去做交代。所以呢，武哥你知道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这个蓝白弹劾总统这件事情是打假球，你知道这个是我用 Google Gemini 做出来的呢。我只是很单纯的问他一个问题而已，说这个蓝白弹劾总统，请问会成功吗？结果呢，他给我这样一个标题呢，还做一张图给我呢。他图上面叫做
为什么蓝白弹劾总统是打假球的动作？你看，连 Google Gemini 都知道蓝白弹劾总统是打假球的动作，你就知道说，连 AI 都知道了这件事情，只要是正常人，你会去使用 Google 会使用 AI 的 App， 你都查得出来嘛？那为什么是打假球的动作？它2个点卡住嘛。第一个，它就告诉你，立法院虽然可以提出弹劾案，弹劾案提出来了之后，要有2/3的立委同意，要76席，这就是第一关卡住的部分嘛。那第一关卡住的部分进到下一关，如果就算有2/3同意啦，你还是要送司法院的大法官去做审理，而且人数不得低于10人。结果现实就是只有8个大法官，8个大法官的原因，请问是谁造成的？蓝白造成的啊，所以2关都卡住。所以你看，连这个 Google Gemini 都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说蓝白弹劾总统是打假球。然后下面呢，你看结论，好，第一关席次不够送不出门，第2关法官不够开不了庭，这是完全演戏的打假球动作。这一整句话是 Google Gemini 讲出来的话哦。这个不是我编的哦，所以你可以发现，连你用 AI 的 App 都可以告诉你这个动作，告诉你说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那大家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因为很简单，为了政治上的需求。那为了政治上的需求，什么意思呢？各位刚刚看到那动作里面，你有没有看到那张刚刚东豪哥出示的图上面有一个反帝制3个字？今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阻止赖清德变成袁世凯。这句话你知道讲出来了之后呢，你一样丢到 Google Gemini 里面去哦，它会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哦，它叫做蓝白阻止赖清德变成袁世凯的政治修辞分析。好，意思告诉你，这就是为了政治上的修辞用的。你看，连 Google Gemini 都可以告诉你哦。你看第一个，你看他告诉你，他解释3段啦。第一段他解释说，这个是历史跟现实的错字，什么意思呢？他说袁世凯在历史上面呢是无视国会、暗杀政敌、解散国会、称帝、掌握绝对的军权、武力废除国会。但是赖清德遇到的是蓝白多数朝小野大受制国会，预算人事法案都卡在立法院。所以2个面对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怎么会把赖清德跟袁世凯摆在一起呢？连 Google Gemini 都可以查历史的原因给你呢。然后第2个，你看他告诉你说，现在的状况呢叫做滑坡谬误啦。他说当年的袁世凯是抓跟杀反对党的这个议员呐，然后不是请法院去做司法解释，然后赖清德是走司法解释，结果呢，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反而把赖清德比喻成为称帝。所以 Google Gemini 说这个东西叫做滑坡谬误啦。然后第3个，你看他在讲蓝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这个就讲得很清楚了吧？连 Google Gemini 对我们的政治都有这么深刻的认知啊。他分析了3个点，第一个，他说这次显然就是为了仇恨动员，把对手给妖魔化，巩固基本盘。你看跟我们前面分析的像不像？巩固基本盘，就让自己的基本支持者可以嗨起来。说实话啦，这个对彼此支持者打气或许是有效了。但是对于解决这个现在遇到的宪政僵局，以及未来预算上会遇到的问题，恐怕效果是有限的。OK， 小平要不要找另外一个 AI 的软体试试看？这个有点中毒，我觉得。袁世凯的历史跟现在的宪政危机，那都是人的事。电脑尽信书不如无书，好不好？这个 AI 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啊。还是回到我认为这个事情还是有解，因为最后现在火车对撞，陷入僵局的时候，第一个是民调的变化，现在大概4-3民调，但很复杂，又有年改的，又有这个1.2兆的，又有什么那个财划法2600亿，很多，这天大的钱跟天大的法案，我这样讲，跟天大的制度的问题了啊，那都回到蓝绿的基本盘，对吧？谁退让，退此一步，既无死所。这叫基本盘，但我讲的院际调解权是一件事，那我讲了民调中间选民的民调的变化就会有变化啊，因为大家还是关心民调，因为是政党的票嘛。第3个就是诸侯的表态，你知道他嗷嗷待哺，举例说台北市400亿还没有编到总预算了，所以就被你们绿的议员一直骂，你知道吗？因为你说其他县市有很多编的 ，OK， 我没有编，因为他也没把握，你知道？讲完了，因为这个很乱，因为中央覆巢之下无完卵，这个中央搞定，我们这400万才能安然入袋，才500可能500亿了，然后要弄校舍要干嘛？要做很多事，捷运等等，所以叶尔辛、诸侯跟民调，我认为是关键。所以叶尔辛、诸侯跟民调，我认为是关键。对。不过现在看起来，俊伟，包括像柯文哲，白营里面一直有人像柯文哲，他一直喊赖清德就是邪恶到要把所有的反对势力全部都消灭掉。
从司法啦，所有这些所以你看黄国昌他每次喊的时候，一定都喊的是这么重恶。现在看起来，除了刚刚讲最近讲袁世凯啦、曹锟啦这些，希特勒又被拿出来讲，都一直在讲这些啊。其实袁世凯可以做的事情，现在在台湾谁可以做？解散国会，暗杀政敌。那反而你看那个小学生也知道，现在是整个执政党赖清德被卡在蓝白多数的立法院。就最简单的，所有的人事案通通没有过。NCC 啦、大法官啦、公平会啦，所有的人事案都不会过，这个叫皇帝。有哪一个皇帝连提名都过不了？哪一个皇帝的总预算到现在还不能审？到底谁才是搞帝制？这个是在笑死人啊！但是我再来讲啊，现在政治危机，其实我觉得回到蓝白的身上，如果行政院长不附属总统的法案，那你总统不把它换掉，那是你总统的责任，对不对？你根本不把它换掉。现在行政院长不附属我们立法院的法案，那我们立法院不把它换掉，那是我们的自己的责任，对不对？他都不附属你还不换掉他？而且以后啊，会形成啊，这个问题没解决，那等于这一届的立法院通通被废掉了。假设今天通过20个法案，送去行政院，都不附属，没有中央代可以审查，你这个我签，这个不爽，不签了，那你用怎样？你继续忍，大概不附属一个就会不附属第二个，所以现在应该要赶快来寻求解决这个政治目前遇到这个问题，压力其实应该在立法院这里。那你不去想一个可以解决的，跑去那边搞个弹劾总统，这个也知道嘛？这个是连小平议员都很老实的点出，这个是演给蓝白支持者看嘛。他们要全国跑那个什么弹劾的听证会啦，何必全国跑？弹劾是在立法院先表决啊！你跑什么啦？你那个不要当着老百姓都笨蛋啊！你要弹劾赖清德可以啦，何必全国办公听会？你下礼拜院会就可以提出来了啦。那在搞什么？还有，我们再来讲一点，如果今天总预算开始审到一半，发生这个事情，周荣泰敢不签吗？这考量要不一样。你把周荣泰把行政院逼到墙角，逼到他死路他没地方退了。我去年就呼吁他不要附属第一次的财阀法修法，周荣泰后来是签了，他就为了希望忍让可以换来牺牲，可以换来一点退两步可以换先进一步嘛。你现在连他最后的一点的总预算你都不给他审，你说他这个行政院长，那当然不能给你签啊，这是必然的。那现在怎么解决？其实财阀法也有一个行政院版本，有一个院版。那院版大家可以来跟蓝白这个版来比较一下，看哪一个比较合理嘛。第一个院版，它至少把各县市都找去开会开好几次，因为就叫分配权力了嘛。我这些钱都给你了，那有些事情要轮到你来办理嘛，这才合理嘛。一定是这样啊。那行政院长，行政院找地方政府也达成了一些共识，以后这些事项就归你们地方。第二个，他那个分配的考量加权参数也比较合理。例如他考量到农渔民，考量到老人的比例，考量到你的产值，而不是光以你在哪里缴税。但我觉得啦，行政院版未来最大压力一定是台北市，因为台北市它原本就是占尽便宜嘛，所有的大公司通通几乎都在台北市缴税嘛，所以如果未来比较合理的所谓财阀法，应该是台北市不能分配那么多了，因为台北市也没有农渔民啊，然后他根本很多公司，我们缴了中央40%的税哦，台北市民贡献，缴税是因为那些公司登记在你这里，像台积电来讲。它在台南是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了，然后台南提供土地、电力、水力，还有劳力，还有招商的努力，通通不算，因为它设在台北市，它都在台北缴税。但是不要忘记，目前地方谁比较多在执政？国民党。所以如果台北市少的，基本上还是国民党各地方政府分配就比较多了。也就是说，如果真的要来解决问题，其实是要好好的来拿蓝白的版本跟行政院的院版大家来讨论的，
结果现在不是嘛，现在搞去弹劾总统，所以压力应该要回到立法院，你要么就赶快倒阁，要么你就继续在那边演戏，让政治继续僵住。我可不可以简单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你认为以你个人的资历，你最起码是不是应该当个部长？因为如果把资历比较起来看的话，你是不是最起码？我也不知道黄国昌他自己对他们有自信啊。不，我们请那个小伟制作人拿个镜子给那个委员说，我这个俊俏的脸庞，还先照一下。那政坛里面够资格当部长的，可能超过1000个了。我选一些立委，然后第2次不敢选。OK。然后再演了，然后就被提名为不分区，所以如果跟这样的人，他真的是这么自我膨胀，你就可以想象政治协商有多困难。所以小平你太乐观了。但尚公，你为什么会直接像在这个礼拜在节目里面的时候，你直接对着那天是林涛吧？你直接对着蓝营的朋友就直接讲说你笑人家没种，然后就是不敢这些，为什么要直接？这真的是你就是看他们觉得绝对不会走上这条路。不，你其实大罢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在讨论会不会倒戈的问题嘛。我同样一样说他们没种。今天我还是同样的理论嘛，因为很简单一件事嘛。我要申诉，跟律师申诉，他今天恐吓我。对，因为他上电视我会看，请自重。对，然后我会看，他就一直骂黄国昌。我说你干嘛一直骂黄国昌？他就好像更年期来说，他不骂他我就骂你这样。我说算，你还继续骂黄国昌好了，他继续讲。不是。他只有一件事嘛，因为你不管你讲前半段，但重点是那个后半段嘛，解散立法院嘛。所以你看，不管他们都在讲那个前半段，黄国昌尤其最喜欢讲前半段。那你看啊，那个赖清德都违宪啊，那我们倒戈的他会下台吗？那我就讲说你试试看啊，重点是我笑你不敢试，你连试都不敢试嘛，国民党更不愿意嘛。请问一下，我就套一句，柯文哲自己不是说的，因为他增加了5%，救了6、7个立委。好，我们姑且算他，不晓得他怎么算的啦。的确，当时危险的是有一些人今天如果解散，他们真的还选得上吗？罢免跟选举是不同的概念他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仇恨动员投票一个是喜爱度投票喜爱度投票你认为那几个危险的人现在有喜好度吗？我觉得他是一个危险讯号，再加一下，民众党8席还守得住吗？他真的守得住8席吗？尚公，我们如果把就看起来这个僵局如果一路这样往下推，因为时间不等人嘛，2026年底就11月28就是要投票嘛。对啊，如果你把这大家一路僵到后面去。然后宪法法庭也没有办法完全运作。你如果往下的话，对年底这场地方选举的这场选战会出现什么一些影响？今天媒体有讲，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想要请张贤耀去在南几督军，然后说有这些国民党的南部的一些不管是白派啦或者什么，会怎么看这个？会怎么看大反弹怎么看？反弹得很凶反弹得很凶。第一个，国民党一直连包括他们党内都在想红统的牌子怎么遮得掉，结果现在不是要摘牌子是那个红色有点退了，加一点，红色不能退掉。张显耀是反渗透法起诉的人，各位还记得那个办柯案的时候，柯文哲案的时候出现张显耀与李文忠传给柯文哲的那一份8点吗？跟那个张显耀说跟习办跟宋涛见过，以正面看待柯文哲参选，什么帮你那个筹款1亿，然后第8点是张显耀争取不分区，那一份呢？这个很敏感，删掉。柯文哲不是叫李文忠互相删掉吗？然后隔没多久，他好像是今年2月还几月反渗透法被起诉了。那张显耀真的在南部有辅选能力吗？有辅选能力吗？那为什么郑丽文要派？
要听实话吗？好，传言，张显耀跟张显耀很好的人，在主席选举上有帮了大忙，帮了郑丽文的大忙，有此一说，所以大家在看嘛，那很简单一件事嘛，原本。其实智库的考虑，因为改选以后，郑丽文当董事长嘛，所以聘了2个副董事长嘛，李鸿源跟那个陈冲嘛。那人事方面大概是李鸿源在主导。那其实郑丽文第一时间是执行长是希望邱淑媞了。邱淑媞应该是在过退休生活，不想接这个位置。李鸿源找了一个台大的教授。OK。台大的教授那台大的教授回学界他也不想接，那后面就传出来，可能张显耀，可能张显耀，那有一说是张显耀不想接，不想接，然后就传，其实上个礼拜高雄就已经翻天了啦，高雄就在传张显耀副主席兼南部中心。而这个南部中心其实不用那么夸张啦，也没有要给张显耀管三都啦，没这回事啦，就负责高雄而已啦，高雄而已啦。那副主席到底有没有？现在是一个问号，问号有没有 ？OK。但是南部中心这个事情的确是有想过这件事情，那副主席有没有不知道，那现在地方上面。大反弹嘛，大反弹嘛，很多人私底下有在讲嘛，如果真的张显耀来，该不选的人都该不选那该选的该选的他们会选嘛，然后这个有包含脏话吗？不好讲啊，这个人民就不好讲了，不要想这么多哈，就是有些人被规划要选的，就不选，可能就不选可能他就不选了。所以张显耀如果负责高雄，可能连议员都不理他了，连议员都不理他了。OK， 可是甚至于有人说了一句话：如果真的是张显耀，我们都死定了，还选什么呢？不过这整个可能看起来的话，2026到底会是什么一个局？那包括现在一路往下走，是不是都会影响到2026？那譬如说刚刚讲，如果我们现在这个宪政僵局一路往下走，上下我们的军购啦或各方面，那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这些，川普最近还批了最大规模的对台军售，那里面有几项也是在1.25兆里头有，所以这整个已经不是单纯我们国内的宪政上大家僵局与否。它是会牵扯到对美关系所有这些啊，所以我刚刚一开始讲说，这种僵局有时候叫第三方仲裁嘛。美国就第三方的仲裁不是 AIT， 可能就会是 CIA 了嘛，对不对？这个东西，所以后面其实变化很多。当然了，川普是因为他的2025 ASS 里面讲的很清楚，它里面的一个主调是什么？要在第一岛链打造一个实力非常强大、足以威慑的力量。所以连日本、南韩都被点名了。那你台湾呢？所以他们就宣布了。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说这其实谈了一阵子了。然后现在给的呢，大部分的武器我们都有，但是它的数量，像海马斯一下子再给你82个，那就比现在多了几倍数以上。然后 M109，对不对？这个是自走炮，而这自走炮呢，其实给我们已经拥有了20年以上，但是它的射程强大，而且现在用的是精准弹药。20几公里的射程，那代表着再过来了无人机嘛、托式飞弹嘛或什么，这些全部下来其实是很简单，滩岸歼灭。OK， 滩岸歼灭有足够的火力，而至于无人机呢，11亿美元，但是你要知道他们另外一个豪猪法案直接拨砍给我们10亿，里面限定赫格塞斯3月1号之前要谈出来如何跟台湾合作。无人机包含的所有计划，所以其实是让台湾成为一个彻底的豪猪。好了，现在我希望你台湾尽你的力量，然后连古立联都很破例的要接受访问，要去谈这件事。所以美国对于这项军售的搪塞，
是认为这个是，而且他们讲的叫做军力失衡。军力失衡之下，你们台湾呢要怎么去弥补你们过去的时候从 GDP 3%降到2%的时候造成的军力失衡？这是你们台湾的责任。好了，现在台湾的责任，那台湾责任呢？如果你过不了。那过不了，其实后面的麻烦是谁会去承担这个责任？那承担这个责任，其实坦白讲，这不是朝野，那是台湾，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一件事情卡着关税，关税还卡着那关税上原来已经谈好的，难道我们现在台积电不但把王昭君送去了，文成公主送去了，现在是不是连助产士都要送过去？然后10万青年10万干有5万人要送过去吗？所以这个东西影响，那另外一个关税影响，传产因为关税的状况，到现在还是前途茫然。财经最怕的，经济最怕就是前途茫然。所以其实光这个军售看起来是，美国对我们很支持，但是另外一个这种支持里面，是你台湾自我防卫你的决心，而这决心里面，到时候不是蓝绿白的问题，全台湾都要承受。OK。光这个军售看起来是，美国对我们很支持，但是另外一个这种支持里面，是你台湾自我防卫你的决心，而这决心里面，到时候不是蓝绿白的问题，全台湾都要承受。OK， 在这个礼拜有很多让国人大家会重视的一些跟政治跟法律都有关系。当然，高虹安市长的判决，这一定是对大家来讲，当然争议性很大，讨论性非常非常的高，甚或对国内政坛的影响，那往下都会非常的多。不过，如果你光看到高虹安市长这个判决下来，包括现在已经复职。小平对你们来讲的话，我刚刚讲，现在所谓的反绿盟主对白银来讲的话有好几个，因为高虹安应该还算白银吧，虽然他退出了民众党，可一般划分还是这样划。可对你们来看的话，包括他复职线上25000个人看，然后那整个包括他现场讲那些，算满血回归吧？满血回归，对，而且高虹安应该他第一个，他当然是白的嘛，可他现在是无党籍，他也不会回民众党，我认为是政治选择上。第二个。他能够当选，除了弃保我们的林耕仁以外，很重要的推手是我们的正副议长啊，什么，反正都是压他那边嘛。而且他们没有当了1年5个月都没有当了哈。其实长期还是像我跟他也有一个兄弟会，跟高虹安几个月吃一次饭然后呢，有一次他反正3个月一次，他就来了，后来临时说不能来，因为他们那边有那个义消大队啊。很多人可能是几十桌、100桌，就他在还是很认真的顾地方。我简单讲，他每一座市长这除了那个代理市长他派的以外，还有就他的时间还是大部分在新竹。因为我们有时候跟他聊天，但我们这些兄弟会祝福他，哎呀，你希望你2省都平安啊什么？果然平安了然后呢，就他是有信心2省会打赢有时候因为他来一定关心他的官司，是理所当然嘛。好。那我现在描述完事实状况之后，再回到他应该称为反绿共主，不是白，甚至不是泛蓝，是反绿共主在新竹。特别是他有罪之身的时候，7年1审都以12万比8万大幅胜出，然后你就罢免那一张，对，国民党也不可能推人。最好的议员林耕仁已经被你干掉了，现在出谁我也搞不清楚。那议长又是支持跨党派的，支持无党籍的高虹安，所以国民党不会推人。即使我们有个博士挂看板，那个也不重要，好，政治是很现实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该让他也会让他清楚。所以小平他挂了9个看板，对，挂了9个，而且很热闹的地方，很厉害。反正那个他长得还样子还蛮好的那个博士。好，重点就是满血回归。然后这样，但3个月以后，3个月到6个月，那1审这个叫做那个最高法院到底会发回还不会？因为高检一定上诉嘛，一上诉他一定会发回，这正常的法律程序嘛，对不对？上诉一定会发回，对，基本会，我觉得就大案子基本就更一啦，我觉得会更一，我觉得会，但不是一定。难道他就说你这么没信心？不是，你们不是有会吗？你说高检会上诉，我觉得一般会。高法院没信心，你们不是兄弟会吗？兄弟会，我们都祝福他，我们希望他平安嘛。可是我跟你讲啊，这最高法院做事就4平8稳，你就直接就给他像那个什么从众院就给他
抓起来了，这不是定谳了，或高虹安这个就直接就无罪到底了，我觉得机会小。我个人的见解，我不晓得讲对不对。好。然后那回来的话，那回到一审无罪判决嘛，当然还可以继续选，也无损他的选票。如果因为驳回跟发回，如果驳回的话，这个案子就定谳。对。可是如果发回的话，那就等于原来的2审这个判决呢就不见了，撤销了。对，然后就只剩下原来那个1审7年4个月的判决在，所以那老百姓又要停止，老百姓的投票行为就觉得他是无罪的状态。有最新的记忆是2审无罪嘛 ？OK， 然后又要停止。但很快就没差，很快就要选了。然后我认为他会高票当选。对，我认为是这样。OK， 清华，新竹现在的状况，感受上会是什么样？而这个案子，立法院函复什么？其实到现在大家都还在找，因为立法院昨天大家有看到立法院秘书处回的那个函，你如果单以那个函来看，其实没有什么很重要的，因为里面什么词儿也都没写。包括连立法院法制局到底有没有函复，有没有法制局的报告？报告有这个好，今天又出来一份立法院函复检送的法制局编号什么报告，跟立法院各函复，那个是判决书的内容。对，就是判决书。所以到底立法院函复了什么东西？对，所以我们把它分开讲啊，就是说，当然在新竹这一局啦，就是说这个国民党呢，看起来其实本来高虹安即便在他停职的期间，都是跟着国民党的议员呢，包括议长在跑行程，所以他的行程几乎都没有断过，所以他一直都有在跑啦。所以有人说他满血复活，那我都会开玩笑说，其实没有啦，他跟这个过程里面，他一直都保持这个满血的状态啦，只是说他现在是这个法律上的状态。那法律上的状态后面，他可能搞不好又再进入停职的情况，所以满血复活这个我打个问号了。好，那第二个是说，这个昨天大家看到的是说，这个立法院的那个函里面看起来都没有写到什么，跟这一次我就是说高虹安里面他们提到说，这个助理薪资其实是国家给立委的实质的补助，这一件事情怎么昨天那个函没有看到嘛？所以你看昨天在看这个立法院人事处的这个函的时候，在看内容的时候写的你看这个内容大家就瞪大眼睛一字一句去看什么贵院呐，他就是立法院在回这个高等法院的时候说，这个你们询问从74年开始历年公费助理预算编列情况啦，还有找这个修法理由的变迁啦，然后呢，立法院回说这是公开资讯，请你们自己上网去 Google 类似的意思啦就是说叫他自己上网去看。所以这看起来呢，好像立法院没有回什么，但问题是今天大家看到判决书之后，显然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有非常大的关键是这个高院呐，就是法官在看这个案子的时候呢，第一个他有提到就是说检方的理由是什么嘛？检方的理由当然就是讲说人事费。这个你不可以互相去流用，你不可以去流用，就你该是人事费就是人事费，你不可以流用到其他地方去。可是呢，在这一次高院的法官里面，他们起了一个很大的争议让大家认为说这个很有问题的见解，就是他们认为啦，就是国家把钱补助给立委之后，立委爱怎么运用就他要挪运到哪里去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国家给他实质补贴，他可以自己去运用。爱怎么挪用，这个是立委个人说了算，国家不用去管。所以这就成为一个见解很大的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从判决书里面看到，就是说这个确实看到呢，这个检方呢主张的部分是不可以流用，但是你也看到在里面呢，这个法官的立场是告诉你不对啊，这里面其实是可以运用的啊。所以这一段话呢，一定要特别拿出来讲一下因为这一段话非常的经典他怎么说呢？他说，立法委员普遍的认知与实际作业。对于公费助理的立法目的跟预算编列应属实质补助，弹性运用，意思就是呢，国家钱给了他之后呢，是实质补助，然后呢，立委可以自己弹性运用，爱怎么挪怎么挪。金黄，刚刚那一段话，你麻烦再念一次。那个俊宪委，你是在场唯一的立委，麻烦仔细听，等一下回应这一句话。来，刚才那段，立法委员普遍认知，特别加重音立法委员。普遍的认知与实际作业，也就是说，立委呢普遍都认知到这个公费助理的钱是可以我们弹性运用的啦。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他这句话写出来的时候，你知道我看得很讶异的，我想说，立委普遍都这样认为就是这个国家把钱，立法院把钱拨给了助理的这个薪资进去了之后呢，钱立委还可以弹性运用，我爱怎么叫他拿出来就怎么拿出来呢？然后这个法官显然认为说，这不是只有在高虹安办公室这样，其他办公室也是这样子。这是在判决书里面写的他相信高虹安的这个他高虹安的证词因为这个主张是高虹安的主张说不是只有在他的这个办公室，在其他委员办公室也是这样子，都有弹性运用。所以呢，法官认为说，立委普遍认知有弹性运用的状况。
这件事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看到的时候很震惊哦。可是你知道，在看到判决书这段内容的时候，我们给大家看哦，你就会发现法官真的这样认为。而且法官认为的依据之一，注意看哦，这在判决书里面写说，立法院函复检送，也就是立法院真的有送这一份。立法院呢，这个不知道是秘书处还是法制局送过去的，送去了之后检送哦。这个报告编号叫做法制局编号1751专题研究报告。好，1751专题研究报告，这个1751专题研究报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内容里面认为说立法委员的公费助理经费是补立委财力的不足啦。那里面他真正要讲是说，至于他要怎么用，只要没有违反劳基法，没有违反严重的法令，你就不要管太多。那这些内容里面呢，我后来去看了一下，这个立法院的这个1751号的研究报告呢，就是法制局的局长郭明正跟另外一位陈维佑他们所写的这个他们自己的专案这个研究报告，内容是关于各国公费的助理的比较研究。那所以在这里面，它有一段，它里面一段提到什么呢？就是这个1751号报告里面提到说，只要聘用助理的时候没有明显违法，那这个我们对于委员怎么去用这一笔预算，怎么样去用人，我们都不用多加过问。所以就是这个报告呢，变成是。竟然是这次高院的法官呢，认为说这个1751号专题研究报告内容呢，是他们认定说这个钱补助了之后，它可以弹性去运用的基础跟理由。那所以呢，我们要做个很快的结论哦。这件事情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几个部分，第一个是法制局所出的研究报告，竟然可以代表全立法院立法委员的意见跟意旨，然后作为高等法院判决的依据，这个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第二个，法官竟然可以做出来说，立法委员普遍都有觉得国家补贴了这笔助理费进去之后，竟然是可以什么呢？实质补贴弹性运用，所有立委都这样。这个高院法官根据哪一个调查，或是根据哪一个基础去得到这个结论，说所有立委都这么认为，这两项都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啦。所以我觉得他的诉讼这个到3审那边去的时候，变数的机会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啦。我补充一下，因为司法记者昨天有去问那个台湾高等法院的发言人就是说那个因为里面用到什么那个什么可以运用这些弹性运用，对，那个这些是怎么来的？然后因为法官。像那个受命法官他们不会讲，当然不会讲，所以透过发言人，他发言人有去问，那个里面讲了一段话，就是说这是合议庭依据立法院函送资料，根据那个这个立法严格诠释出来，诠释出来的，这个能够上诉成功几率非常高，上诉最高，我想这个跟这个郭法官他的主动调查权，那就等于他主动调查，很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件事情，这个应该是关键的。OK， 来，在场唯一一位立委，那刚刚讲立法委员普遍认为这样，我今天才知道说，原来立委发薪水给助理以后，可以再给他拿回来。那个不是这个就是把助理当作人头啊。对不对？你一个月给人家多少薪水？我给每一个助理多少薪水，多少加班费，我要申报。我要申报给立法院。那助理的薪水不是我给他，是立法院会直接拨到他的账户，我不经手钱的。目前的制度规定就是这样。然后现在高虹安是在叫助理，今天都等来。然后后来也查到了，它里面的内账都是他个人花掉嘛。这样可以吗？我这样叫很多立委都这样做吗？重点不是说有没有其他立委这么做，应该是这样合法吗？你不能说很多人都当小偷，所以小偷是没事的。查到作贼，说今天做差不要紧。其实就当判决无罪，其实我也很好奇，我在等你的判决书出来。你到底凭什么判他无罪？刚青委有讲到一些嘛。原来他是引用我们立法院有一个1751号的研究报告。对。法制局的报告，这个其实很可惜了，没有把封面印出来了。这个1751号的研究报告它上面又特别注明，这是法制局的专题研究报告。我这边有你有看我这边也有了，上面有没有？仅供立委参考。他说仅供立委参考，这个只有立委可以参考。我们立法院的办公室
接到立法院各局室，尤其是预算、法制送这种研究报告哦，每天1个礼拜一大堆啦。为什么？因为他们有 KPI 值，他们里面法制局有一个预算，预算局有个预算，他们必须要做一些研究报告，所以他们里面会搞一些研究员，所以这个就是里面的研究报告，他领薪水，他就要做这种事情，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研究员的个人意见，所以他特别注明，仅供本报告仅供委员参考。他已经限定了，这是没有礼物常规，这是。那委员，你看这个，这是高院判决里面，他是用立法院函复检送的法制局，也就是说，感觉上那是你们立法院的整体意见来告诉我是这个样。虽然字眼上就立法院函复当然是，可是这个写法感觉上就是你们那个报告来，就是你们大家的意见，所以我要参考采纳的感觉。实际上，我看到这个判决书这么写，我真。你不知道要笑还是要哭了。第一个，这个报告仅供立委参考，它是不对外，所以这个报告我们立法院是不负责，所以它不对外，这不关立法院代表立法院国会的报告，就是这个单位这个研究员写的，专门给立委当参考而已啊。而且我们每个礼拜会收一大堆这种。那为什么你们立法院要送这份报告去给人家？他要的吧，我也不清楚了，也不知道他怎么来的。而且我们每个礼拜会收一大堆这种。那为什么你们立法院要送这份报告去给人家？他要的吧，我也不清楚了，也不知道他怎么来的。然后后来到底这个事情怎么样？那助理会到底要怎么样？好像王一川立委有新闻政治新闻给立法院，就因为那个回函里面什么都没写，他根本不是写。就昨天大家看到秘书处的那份回函，对呀，那这些挡那么下。对的，那个里面其实大家看完觉得那是怎么推论出来的？有写跟没写一样。对，那个才是立法院的正式公文书，那是盖院长大印的，那个就代表现在立法院的一个态度。好，其实这个判决这7、8法官这么判我是觉得还有一个单位的反应，我也觉得怪怪的。他审判到一半，7、8法官就说庭审，他认为有违宪之余，所以他去申请释宪。其实坦白讲一看也知道，他内心心政大概就觉得，对不对？作为一个法官来讲的话，其实你已经是不公平的。好，那高检署都没有照理讲，高检署可以申请回避，因为你这个法官你已经对这个案子你根本就已经判决好了嘛，要判无罪至少你要等陈玉珍这个除罪法这乱搞过了以后，你说我引用陈玉珍的就新的法律那至少你还有根据嘛，你根据一个立法院某一个给立委的甚至注明仅供参考的不对外的不是流出去的，不代表立法院的一个文书，既然是这样的见解，你把它作为你判决无罪的一个根据，这个实在是这个笑死人了。东豪刚才有讲说，其实有记者问，包括高院的发言人这些，东豪跑司法跑这么久，东豪你自己在看这个，当然你刚才有讲，以你自己的经验，你觉得未来如果上去会怎么样？可是这整个来看，因为法制局的这篇报告看起来在这整个案子里面确实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感觉。但是也怪了，因为昨天大家看到的时候，照理来说，大家都去问那个立法院，你们到底发了什么函？可是昨天大家看到的就那一份，就立法院到底回了几份？因为你从判决里面来讲，立法院确实有回这一份啊。是。那为什么昨天大家看的那个函里面没有？因为昨天的那个秘书处的那个函，他最后只有检送什么108年10月、12月的薪资，然后110年10月、12月的什么助理什么什么类似这些。照理来说，如果要是我有回给高院什么，我在下面都附注会在那下头啊，还是他只给你看一份？因为到今天这个判决出来以后，大家才发现原来送了好几份啊。因为我们的郭法官会主动发文，他如果主动发给法制局呢？可是法制局难道就自己回文吗？他没有透过立法院吗？现在看起来是直接回文呢。没有啊，因为这报告
报告立法院函复他那个报告是今年3月，对啊，跟上一次周万来那个不同的时间点，所以我才会讲说我们那个周法官很特别，他会主动调查，主动发函，这个因为简单，武哥你就知道嘛，因为我们以前是法官有职权调查的，是，现在法官已经没有职权调查了，那个已经被修掉了，我们现在是当事人进行主义啊，也就是说高虹安跟的起诉这个案子是检察官跟高虹安之间律师之间的事情，正常状况法官不介入啊，所以不会有主动调查这件事情了。但是你就看到他主动调查啦，然后呢，所以呢，发言人去问那个郭法官的时候呢，郭法官就讲啊，他是依据32条，32条之一吧，对，立法严格，然后他确信这个是补助款，这是实质补助，是，他自己的新闻稿参考资料跟透过发言人去问回来以后都讲很清楚。那关键是他发函调的东西，这些公文或者是研究报告，有没有在法庭上让这个公诉检察官跟被告律师双方有没有检视过这个证据，他的证据力，这些我们现在都看不到。那如果他没有的话，是忽然之间突然跑出来的依据的话，这是很突袭的。那最高过去就因为他有突袭判决的这种状况，突袭举证的这种状况，已经驳回过他们好几次2审的结果，把它推翻掉了。所以我才会猜，他这一次被驳回的几率很高。OK。其实我一直不想拿这个去问上公，因为我怕他血压高。因为每次讲到法制局这个时候，上公就非常气，说为什么内部的一个参考，因为跑立法院这么多年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报告变这么重要。上公，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不是要好好看。你平心静气的时候，法制局的报告我们都不看，也不觉得有这么重要。上公平心静气，不要生气。可是看起来确实在这边扮演一席之地啊。那过去是这样哦，过去你比如说预算中心法制局哦，其实它是幕僚机构。对，过去高院、监院哦，也曾经行文过给这些幕僚单位要资料。但当时的幕僚单位的负责人，那个公文来就丢到抽屉里不回复。因为他无权回复。那后面高院、监院有派人来找他们说，为什么给你们公文你们不回复？我们跟你要资料。他只回了一句话：国会自主。第二个，我们是幕僚机构，发文请给院方，经院会同意，我们给。因为他是幕僚机构，他没办法代表。但我没想到这一次是砰一个就出去了，而且你说判决写到立法院函复检送之，第一个，这是法官的认定呢，还是法官底下有人跑来立法院私底下要了回去以后说这是立法院他写上去的？我不知道，现阶段不知道，因为过去是真的有人要来参考的时候，是有私底下来要，那他们私底下说可以给你做参考，但不能列为证物，不能列为什么。然后来问他们私底下问意见，他们也就说我可以表达意见什么样，但不能列为证词，因为他是私底下你来问我们来跟你沟通、交朋友，不能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列上去就很奇怪。列上去就很奇怪。这是为什么一些民进党的委员会一直问说韩国瑜院长在这里面到底知不知情，会扮演什么角色的原因吗？因为你看出来发给人事局，人事局由这个周万来秘书长直接盖印嘛。那行政事务基本上，对非立法院的单位来要，基本上都要知会院长。因为真正对外代表立法院的是立法院院长。所以立法院院长知不知道？这个我也打问号。如果立法院院长不知道，我就觉得妙了。因为大家宪法平行单位，你要进来做什么事情干什么，你要东西干什么，基本上因为院级的
平行单位里面，你司法院的底下单位要来干什么？理论上是要知会院长。所以你看到那一份正式发文底下帮一个是秘书处处长，那个秘书长周万来。对啊，周万来代表他是中理整个的业务嘛，所以你看他盖章嘛。但法制局的报告会沦为判决的依据，那真的是很令我讶异。哈，就好像陈玉珍的提案用74年大会决议，立法院院会决议，什么实质薪资一部分那个有没有？他是用74年的院会决议，他不跟你用88年的立法委员那个行为法里面规范立法委员待遇多少钱？他不跟你用88年的立法委员那个行为法里面规范立法委员待遇多少钱？然后里面其实有被告方出庭的律师是说，他们判的时候是用大水库理论，然后就等于说你的收入跟支出等等哦。大水库理论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这个如果高检真的看到哦，如果把法律民诉的话。我觉得我跟那个看法一样，发挥更审的理由很大。因为预算法63条就告诉你啊，不得流用为用人经费啊。因为我们在预算法的法律用词里面是用流用，其实就是挪用啦。它不得挪用的。那助理经费编列在什么单位？编列科目是什么？人事费。它的科目就叫人事费。它就是不得流用，然后你注意看哦，立法院其实委员在这边嘛，有公费助理跟非公费助理，公费助理跟非公费助理，那你提报的公费助理，你就是用1个月47万的那个是支付，非公费助理就是你自己要去掏腰包支付，或是背后有企业企业赞助什么哈。你不能把限定使用项目的公费助理，跟你本来应该自己去掏腰包聘雇的非公费助理混成一起说，支出大于什么？所以你没问题。好，那这样问题就大了。你觉得那应该是2个水库？那不是一个水库里头？当然不是一个。那这样问题就大了。我聘2个助理20万，我从公费助理挪了10万来公积金。我一样是大出预算，我10万拿去买双眼皮啊，我拿去洗头发，什么都没关系，因为我这边聘1个月20万，10万是割双眼皮。好，我从这边，我从公费助理那边挪15万来这边，我一定还透支5万，我没问题啊。如果这个理论可以成立的话，那法官，请你把立法院的预算法丢到垃圾桶去了。你直接把它丢到垃圾桶去了嘛？所以我才会说，你看一个法制局仅供参考的研究报告 ，OK， 而且研究报告很简单一件事，立委觉得胡说八道就可以直接丢垃圾桶的东西。预算中心我们是法制局跟预算中心，预算中心也经常，尤其是在预算送来以后，他们会写很多评估报告嘛。那立委3预算。如果真的是依据那个评估报告吗？也不是啊，那个就叫仅供参考。你不能把仅供参考的东西当作事实证明了，变成一个证据，这是我最纳闷的。如果可以这个判决如果可以成立的话，事实证明的话，那陈玉珍的修法没问题耶。我也觉得说，就算你要拿立法法制局的东西。你至少要经过证人传唤，就是应该要有证人传唤、物证检和这个检视的这些程序。OK， 这样子那个程序才没有瑕疵。还有一个我不懂的，法官说，因为高虹安当立委没多久，没有故意，没有故意。那我请问你一下，那法官你有没有看那个他的那个申报给立法院的那个公费助理？每个月都不一样。
每个月一直在调那个47万的分配，他没有故意吗？真的没有故意吗？我觉得这真的很奇怪的一件事啊。上公每次在讲那个内容呢，只有每次讲到这个。只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提醒上公，那个是买双眼皮贴哦，买双眼皮不是买双眼皮，上公一直买双眼皮，割双眼皮，我赶快10万块可以割双眼皮，双眼皮贴很少。陈玉珍修法过后都不用单据，就不会被你们笑，好不好？所以陈玉珍可以一次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跟你讲，如果法官我建议下一个如果更审的法官去看一下那个4至299那相关条文。你不用担心，我们那个旗袍法官他一定知道什么叫做双眼皮贴。他是政论界的那个张伯伦，上古神兽。好 ，OK。再小平，这简直请自重。张伯伦是有史以来最厉害的 NBA 球员了。我是这样称赞你的。小平，这整件事情尤其大家会关心，因为柯文哲前主席的案子，3月26号宣判。对，其实媒体上今天有一篇报道是讲说金华城案子的被告可以安心过年啦，因为3月26号，我跟你讲不是啦，每一个被告，你告诉他3月26号宣判，你以为他这个年就会过得很安心吗？你知道那个心情的忐忑上下，那尤其是就辩论完了就在等了，可是这整件事情宣判完以后，有很多人说一翻两瞪眼，对柯文哲、对蓝白合、对国内政坛什么影响？影响太大了，影响。第一个，他是10年以上还是10年以下？好，10年以上的话，当然。我这样讲，对10年以上不能选总统，国民党就等于拆除隐性。10年以上的话，当然，我这样讲，对10年以上不能选总统，国民党就等于拆除隐性。对郑丽文来讲，那个蓝白合就荣誉多了。第一个哈。第二个呢，他10年以上，在党内对于黄国昌的权力消长，也是黄会涨，他会跌，这白的。所以10年以上对他连在党内都会有影响。你不能选总统就不一样了。第三，高虹安的判决跟他有强大的联动作用。高虹安判无罪，请问你谁最难过？最高兴是高虹安本人，我们也高兴，我们是朋友嘛哈。然后刚刚这个东豪也开金口说可能是驳回吧，对不对？是不是发回？发回更审啊，驳回不是驳回，对订阅发回，你说发回还是驳回？发回啊，驳回是订阅。我听错了，白高兴。这个重要吗？这两个会差很多，差太多。还是一句话，请自重。发回啊，再来，请问你，他所有的在那个这叫黄国昌说的什么望远镜看那个镜头，看到赖清德在骂他哈，以及。叫做现在反赖的第一教主最凶的是不是柯文哲？同意吧？他就有夹杂官司的利益等等。高虹安判无罪，谁最难过？柯文哲最难过。高虹安不管大家解释无罪就是无罪，但各方方面的解释就是无罪。然后柯文哲会不会无罪？不会，对吧？大家同意吧？这是基本常识，只有10年以上跟10年以下吧，就7年以上。还是10年以上，好，可选总统跟不能可选总统，违背职务跟不违背职务，甚至都说1500的钱都认哦，但说是个小沈哈，可能是沈博雅，可能是沈春华，我觉得建议这2个都不好，应该找那个不在人世的无法对证叫沈葆桢，这才好像会好一点，不是他在乱扯耍无赖了嘛，好不管，然后他判有罪，高虹安无罪，他讲说司法不公。有高虹安的判无罪，就好像司法不公，如果是台风的话，碰到阿里山就小红就不能再喊司法，就喊不动了，弱多了，好不好？你这个是最重要的政治效应。高虹安判了以后，换3月26号的判决哈。OK， 来，娟文，最后1分钟，针对这个包括柯文哲这所有的人对未来的影响。柯文哲如果判无罪的话，跟有罪那当然天壤之别，天壤之别。但不管他有罪无罪。他还是掌控了民众党，但是高虹安判无罪，对黄国昌是个很大的一个坏消息啊，很大的坏消息。原本黄国昌唯一可以选市长的地方就没有，因为他一定选啊，对不对？你现在高虹安，你看他不是说他满血复活？对啊。你想，如果今天高虹安是判有罪，那民众党
最有可能去选市长。黄国昌，所以你同意我的？他的民调一定最高，对，在白里面最高嘛。那国民党又没有人，不知道谁出来选，不知道。所以你同意我的看法吧？从政治的效应上，我同意。晴天霹雳，对黄国昌，他因为没想到，所以对于这个起跑法官的判决，黄国昌也是学法律，现在心里面一定破口大骂。喂，最后给你30秒。那还有对于国内最后的这个僵局，有没有什么呼吁？现在时间压力在立法院这里啦，就像我刚提的，那么你立法院你现在表决通过了法案，蓝白你心里怎么想？你等于要让卓荣泰挑啦，红的喜欢就附属，不喜欢就不附属啊。我真的觉得我们民进党表决不一定要去了，对不对？反正去了表决也不会赢，对不对？啊，如果表输了，让卓荣泰来选嘛；如果不好了，就不要给他附属嘛。所以赶快来谈吧！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蓝白真的很理性的来跟行政院谈一谈怎么解决啦，要不然你就把它倒戈啦。你也不敢倒戈，然后又不来谈，就乱搞一个什么弹劾中来赖清德，这个就简直乱来嘛！你这样越拖时间哦，越受伤害的绝对是立法院。OK。国内政坛这个整个僵局到底该怎么解？看来时间也会扮演一定的一些的因素。那对国人来讲的话，到底会希望看到什么样一个结局？而这整个事件跟2026、2028又会有什么样一些联动？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下周见，拜拜。